第339章结束。雷鸣般的巨响在巨大广场上空轰然响起，宛如雷神的怒火，让得人的心神忍不住的有些恐惧颤抖。巨响过后，是那犹如火山爆发般的盛开而来的能量碰撞，两道凶悍无匹的能量在半空中略一接触，便是彼此疯狂地释放出了各自所隐含的恐怖能量。顿时，一阵狂风凭空出现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在两者接触的地点，居然是连那虚幻的空气都是被强大的能量对撞弄得有些模糊与扭曲了起来。狂风呼啸而过，天空之上爆盛而开的能量冲击波也是宛如天火降临一般，对着广场以及纳兰嫣然的方向席卷而去。扑哧扑哧，能量冲击波率先接触到一些云岚宗弟子所设置的防御罩，不过后者明显小觑了两股能量所碰撞而发出的恐怖劲道。当下那些略显脆弱的防御罩立刻被能量冲击波摧枯拉朽的完全摧毁，一些实力稍弱的云岚宗弟子更是脸色一白，鲜血狂喷了出来。加厚防御罩。望着那些在能量冲击波下一败涂地的云岚宗弟子，云棱急忙大喝道：是！听得云棱喝声，在场近千名云岚宗弟子顿时齐声应和，整齐的喝声直冲云霄，竟然将天空上的雷鸣巨响暂时给压制了下来。呵！随着整齐的喝声再度响起，顿时一道道颜色不一的斗气光芒从云岚宗弟子体内暴涌而出，这些斗气盘旋在他们上空之处，旋即互相接触，快速融合，眨眼时间便是形成了一副几乎囊括了半个广场的五颜六色斗气防护罩。轰！防护罩刚刚成型，天空之上又是一股恐怖的能量冲击波暴涌而下，狠狠地砸在防护罩之上。顿时，后者便是犹如那被投入了巨石的湖面一般，一道道涟漪连绵不断地扩散而出。不过，此次由云岚宗弟子齐心所构建的防护罩，却并未再面临被攻破的危机。天空上能量碰撞之时，那些广场周围高树之上，除了法马、嘉行天、海波东以及古河等一高人大胆之人外，其余等人为了保险起见，都是挥手在身体表面召唤出了能量护罩，同时还退后了一些距离。虽然纳兰嫣然与萧炎的实力方才大斗师左右，可两人的攻击在经过互相碰撞之后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却是连一个斗灵强者都不敢轻易毫无防护地被沾上。坚硬的广场在那股凶悍的能量冲击波之下不断地颤抖着，一道道裂缝缓缓浮现，最后一路蔓延而出。萧炎抬头，脸色凝重地望着那股犹如闪电般袭来的能量冲击波，感受着其中所蕴含的恐怖劲气，背肩轻震，长达1米多长的紫云翼便是从肩膀之处弹射而出，脚尖轻点地面，身体犹如滑行一般急速后退着。而那股肉眼可见的能量冲击波也是犹如翻腾的海浪般呼啸着紧跟而至，所过之处，坚硬的广场被破坏得一片狼藉。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股如海浪呼啸般的能量冲击波，萧炎在急速退后之时，眼角左右略微瞟了瞟，旋即嘴角微弯，脚掌一旋，身体豁然转了一个位置。而随着他身体的转弯，那股紧随而至的能量冲击波也是带起满地碎石继续冲击而去。望着那犹如有着灵性一般的能量冲击波，萧炎倒是并未有着太大的意外，因为发射而出的佛怒火莲中有着他沾附的许些灵魂力量，因此在两者碰撞之后，其中一些残余能量便是会沿着这些灵魂力量的路线以此寻找到攻击者。虽然因为天空强光的遮掩，萧炎并不知道纳兰嫣然的确切情况，不过想来他应该也是受到了极为剧烈的能量冲击。急速后退的身体猛然间一顿，双脚在青石上留下一道半寸深的脚印，背后双翼猛地一震，身体瞬间拔地而起，在萧炎身体升空的刹那，也是露出了其后面那些面露愕然的云岚宗长老们。因为惯性的使然，那股能量冲击波尚还来不及转身追击，便是气势汹汹地对着那些石台上的云冷等人呼啸了过去。狡猾的小子！略感愕然之后，云冷迅速回过神来，当下一声怒骂，双掌猛然重重拍在地面之上，喝道：众言毕。随着喝声落下，云冷面前几米处地面猛地一阵翻腾，旋即轰的一声巨响，庞大的石壁破地而出，犹如一个庞然大物一般，
将云冷等人护在了其后。砰！呼啸而至的能量冲击波狠狠地撞击在石壁之上，刹那间的猛烈碰撞让得周围的云岚宗弟子忍不住地捂住了耳朵。碎石不断至石壁上掉落而下，细小的裂缝也是急速地蔓延着。不过云冷却并未有着丝毫慌张，在将石壁召唤出来之后，便是抬头紧紧盯着那飞上半空的萧炎，惊诧的道：斗气双翼？不对，难道是飞行斗技？哼，好家伙，居然连这稀罕东西都有！这个狡猾小子居然逼我们出手，将那股追击而来的能量冲击波化解。一名长老拍了拍头顶上的灰尘，略微有些无奈的怒道：嫣然的情况似乎不是很好，而且那个萧炎竟然还有着飞行斗技。虽然嫣然借着身法斗技之故可以暂时停留天空，定然不是他的对手，可若是天空作战，定然没有萧炎那般灵便，很吃亏的。另外一名长老抬头望着天空，皱眉道：那些刺眼的阳光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阻碍。大长老，现在事态似乎有些出乎我们的掌控了呀，那个萧炎真的很强。云冷紧皱着眉头，手掌缓缓抚着胡须，半晌后声音低沉的道：先看看吧，尽量不要让那嫣然输了，不然的话在这么多强者面前，云岚宗的脸往哪搁？大长老的意思。闻言，周围几位白袍老者一愣，旋即眉头略微皱起。先看看吧，挥了挥手，云冷并未再说什么，抬起头望着天空，脸色忽然微变：嫣然受伤了。噗嗤，被强光隔离了视线的天空之上，纳兰嫣然的身体犹如那狂风中的飞絮一般，借助着细微的清风，身体不断轻灵地摇摆着，以此来躲避着那些呼啸而来的阵阵能量冲击波。不过能量冲击波的攻击范围以及数量实在是太多，在接连躲避了十几道冲击之后，纳兰嫣然终于是由于力竭，身形迟缓间被一道能量冲击波重重地轰在了身体之上，顿时俏脸微白，一口鲜血忍不住地喷了出来。手掌捂着胸口，纳兰嫣然强忍着体内传来的疼痛，刚欲闪现空中，眼瞳猛然一缩，豁然转头，只见在其身后不远处，黑袍青年双臂环胸，背后紫色翅膀缓缓扇动着，漆黑眸子正冷漠地看着他。双目在空中对视，纳兰嫣然紧咬着红唇，玉手猛然对着萧炎虚推而出，顿时大片的淡青色锋刃在身前凭空浮现，旋即对着萧炎席卷而去。借助着反推力，纳兰嫣然身体急速对着地面坠落而下。他也清楚，在空中对战的话，拥有翅膀的萧炎将会占尽便宜，特别还是在现在他受了不轻伤的情况下。在纳兰嫣然刚刚有所行动之时，萧炎便是率先开始了动作，背后双翼震动，身影猛然下扑，旋即身体略微倾斜，刚好是将那一片锋刃险险躲避了开去，闪掠速度猛然暴增，身形闪动，便是宛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纳兰嫣然头顶上空，低头冷漠地望着那俏脸微变的纳兰嫣然。结束了，纳兰嫣然。耳边风声呼呼刮过，萧炎盯着那张精致俏脸，声音忽然间略微有些嘶哑。3年的苦修，经历了孤独，承受了血汗的磨练，所谓的便仅仅是能够在某一天将那当年在萧家大厅肆无忌惮给他留下一种耻辱的少女真正的击败。近距离地凝视着那张清秀的面孔，纳兰嫣然还能够依稀从上面见到当年那倔强少年的模糊轮廓，眼眸有些迷离。那在炼药师大会上一袭炼药师长袍的平凡青年身影再度缓缓地在纳兰嫣然脑海中浮现，脸颊上忍不住浮现一抹自嘲。这便是你的抱负吗？构建一个出色的让我都为之残然与着迷的虚幻之人，然后再将它打破，让得我知道当年我所看不起的废物却是能够真正的让我纳兰嫣然另眼相看。萧炎，当年的我的确是因为你的实力而有所看低你，这一点事实已经证明我的确目光短浅。不过猛然抬起俏脸，纳兰嫣然直视着那已经挥动着手掌砸过来的萧炎，背齿紧咬着红唇，脸颊上的倔强与当年的萧炎几乎如出一辙。不过我也早已说过，即使时间重来，我依然会去萧家退婚，我的婚姻不需要他们来做主，陪一个陌生人过一生，我做不到。淡淡的望着那倔强的纳兰嫣然，
萧炎那漆黑的眸子中却是闪过许些倦怠，身体猛然下倾，手掌轻轻地印在前者胸前，嘴唇贴着他的耳朵，犹如自语般的呢喃，缓缓吐出：我从没说你退婚有何错，只是你选择的方式错了，可惜高傲的你却从未想过这一点。不过事已至此，孰错孰对已经没有了意义，日后的我们不会有着任何交集。你继续做你的云岚宗少宗主，我会去继续做我的苦行修士。3年之约结束了。纳兰嫣然呢喃声缓缓落下，萧炎那轻贴着纳兰嫣然胸前的手掌中尽力按运，旋即就欲爆发。萧炎的一番话让得纳兰嫣然俏脸一片苍白。萧炎还望能看见云岚宗的面子上，让嫣然几分，事后云岚宗定会给予你满意的酬谢。就在萧炎即将动手前的刹那，一道若有若无的喝声忽然传进前者耳中，嘴角掀起一抹嘲讽。萧炎听出了这道声音的主人，云岚宗大长老云棱。这种时候传音说这种话，未免有些太可笑与幼稚了吧。轻声笑了笑，萧炎低头望了一眼场中，没有任何的迟疑，手臂猛然一震，掌心中澎湃劲气宛如火山一般暴涌而出。